大家好，这里是律政悟空 I for you， 今天是2020年12月21号。在今天的这个视频里呢，我想说一些我的冷门的观察。川普政府最近几年一直在向全球发出警示，也就是中共对西方的渗透。那么我们从就是媒体或者是一些像 FBI 之类的情报部门他们所发布的一些公告，也能看到不少相关的案例，这些呢大家都耳熟能详。今天要说的呢是川普政府他会不会是出了虎穴又入了狼窝。先从我20号发的一个推谈起，我在那个推里面呢，我注意到就是郭文贵团队的一个成员呢，他有转发郭文贵的一个视频，在那里面呢，郭文贵就谈到说中共他部署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潜伏特务已经成功分化了他的部分战友。那这个就让我联想到就是更早一些时候砸锅的黄河边，他呢就谈到过说在加拿大农场，也就是郭文贵他的团队在加拿大的相当于一个分部，在那里面呢，他说至少有4个余则成。余则成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就是电视上的一个潜伏特务的一个形象，所以这个就是不但是郭文贵他自己证实，而且从砸锅的人黄河边也佐证了这样一个事实，也就是郭文贵他从2017年开始他的爆料革命，现在他的这个团队已经被中共是全面渗透了。如果仅仅发展了3年的爆料革命就被中共全面开花的渗透，那么在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世界已经经营了几十年的像法轮功这样的组织，能不被中共渗透吗？我注意到大纪元的曾铮是在去年的香港反送中期间，当时呢他发了一个视频，非常的轰动。那我后来才知道，他发的那个视频实际上原作者呢是一个叫关瑶的人，这个呢就是当时那个备受争议的视频。那当时我注意到这个事情呢，是因为我是从曾铮那里看到的这个视频，并没有看到就是这个视频的出处是哪里，所以大家都以为是曾铮的。结果后来关瑶他可能就有向推特投诉，结果呢推特就把曾铮那个推文里面的这个视频给删掉了，并且注明是因为版权原因。所以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就是推特上也有这个版权可以申诉的事情。再后来今年2月份就是新型冠状病毒在武汉爆发之后，我们知道方斌他是冒着双重风险，第一个风险就是冒着被感染的风险，第二个风险是冒着被中共抓捕的风险，而后来我们也知道他的确就是被中共抓捕了，至今都是下落不明。那么曾铮呢，他是把方斌的视频拿来不署名，然后自己去赚取政治明星光环，而出生入死的方斌呢就被某网友了。那有人可能说这只是人品的小节问题，曾铮他在最近接受一个媒体的采访的时候，他说他在大学入党是他们班上的第一个。那要这样的话，我觉得他在中共体制内拥抱中共大腿的那个痴狂指数，和他现在对法轮功和美国的忠诚度好像是一样高的哦。不过他在他早期的视频里面也说过，当他因为法轮功学员的身份被中共关押的时候，他也是公开批评了法轮功，这恐怕跟他后来能够顺利的就是离开那个劳教所，并且还能够出国也不无关系吧。相比那些因为忠贞于自己的信仰而已经变成一张遗照的真正的法轮功学员，曾铮的人生赢家光环究竟是来自于他的中共党员身份，还是法轮功明星，还是迎合不同体制赚取名利的名利场网红，还是一个我们根本不知道的一个更神秘的身份，这个还是留待时间去解说吧。不过我要说一下，就是他在他自我描述的时候，他对于他一个戴着军官帽的一个照片，他的说法是他入党时21岁。
那么参照网上可以找到的一些信息，他是66年生人，这样的话他戴这个军帽的时间点应该就是1987年。那么我在网上找了一下，就是中共的解放军的1987年的军服，就是我找到的这2款。这样看来，曾铮在1987年他说他入党时戴的这个帽子，他很有可能是不是也是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而他把他这个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身份给淡化成入党。因为对于法轮功学员的身份，党员的身份是可以洗掉的，只要发一个退党声明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这个军队入伍的这个背景的话，而且如果我们参照他后来的履历，他去了国务院，也就是国务院这个级别的党政机关，如果是他还有参军入伍的身份的话，我相信他的这个在军队的军衔恐怕也不会是很低。这样的话，他现在是在美国以法轮功学员的身份去跟美国的政治界的高层去接近。因为美国政治圈似乎对法轮功是无条件的信任，那么他这个信任的基础呢，就是他有一个退党声明。但是呢，恐怕对于有军队背景的呢，他也是没有办法洗清的。所以我想这个会不会是曾铮他把他的这个军官照给淡化成入党的照片，他戴的这个帽子经过我们的比对，也确实是跟87年中共的军队的军官照这个军帽是吻合的哦。另外，曾铮的推特关注，我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中共的圈子，甚至还包括了人民日报、胡锡进和央视的海外版。在16号，大纪元的一个账号，他转发了希望之声的一段视频。那么希望之声其实我们知道，它其实也是法轮功的一个大本营之一。那这段视频呢，其实它的出处是 Matt Sealy 的一段视频，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视频。这个原视频我是有看过的，我个人感觉呢，他这个视频的目的是为 Trump 团队以及 Trump 的支持者去打气。他是用现有的法律去解释了一些川普总统的可能的翻盘机会。那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呢是1月6号。那1月6号的时候会把现在每个州的选举人团的这个票选结果呢拿到华盛顿去开票。这个开票呢是由参议院的主席，就是现任的副总统彭斯，他来主持召开一个包括参议院和众议院2个院在内的联席会议。那么在这个联席会上，因为现在这个票选结果呢非常有争议，所以他认为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Matt Sealy 这位先生呢，他就认为会有人站出来对，比方说是对他自己本州或者是其他州的票选结果呢表示抗议。根据他的说法，接下来的程序呢就有可能是参众两院再分别去讨论，然后再来投票。那么这一轮投票呢，参院的投票如果发生就是平局的情况，就由副总统彭斯他来投下决定性的一票。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可想而知会是有利于川普的这个结果。那么对于众议院这边呢，因为它是每个州一票，也就是每个州的这个代表人由他投票。那如果按照这个去投的话，按照他的估计是共和党会有30票，而民主党呢会有20票，也是共和党会胜出。所以按照这样的估计的话，川普总统是有可能会翻盘的。我刚才说的这个原始视频我是有听过，它的阐述方式是非常客观的，只是就各种可能去做的一个可能性的描述。但是这个希望之声就不一样了，我们来听听，这完全是一种神预言的节奏。而随着这一反对意见的复印，一切都会发生改变，一切。这还不算，希望之声的这个视频里面，它加了一段在这个英文视频里面完全没有的一段话，我们来听一下。民主党、媒体、社交网络和全世界的全球主义者都会失去理智，混乱会大规模爆发。一个真心希望美国好、希望川普总统好的人都不应该说出这种话，对吗？那么是谁更想传达这样的信息呢？
而且是在这样一个视频里面，也就是前面没有问题，后面没有问题，中间加了一个他想传达的信息，用这种夹心儿的三明治的方式传达他的信息，这个更有可能是谁的一个设计呢？回到希望之声，我注意到曾铮他在20号他发了一个推，他说他今天刚知道希望之声打造了另外一个频道节目，才出了2集视频就已经得到了川普的转推，他说厉害。希望之声的推特账号我去看了一下，我看到了2个都是2014年创建的，那他关注的人都不多，一个是6个，一个是11个，那关注的人群呢也都比较类似。推特的关注列表呢，它是有时间顺序的，也就是越往下的越是这个账号它早期关注的。那我注意到希望之声的2个账号，它的早期关注都有这个人，就是何恒或者是恒河这个人。他的关注列表里面呢，我注意到尽是一些大咖，但是里面似乎有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一个账号。那我点进去看了一下，这个人他说他地标是地球，然后他关注的名单里面呢，竟然有这样一个账号，我们进去看一下。他说什么呢？他说中国的软实力先锋从2010年开始就改变了人们的看法。他这个账号，他的一个相关的链接竟然就是中国官方的一个政府网站。除此之外，这个貌似不起眼的账号，他置顶的一个推文呢，似乎是在推荐大纪元，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他下面的推文，他说美国历史不仅是盗窃诈骗史，更是白人对其他族裔大屠杀的历史。这个话我记得窦小豆他在和周孝正对谈的时候他提过，他好像说是他的丈夫跟他说过诸如此类的话，对吗？另外他还说以后这种舆论战美国将节节败退，中共将节节胜利。所以他的这个观点不经意的流露，似乎跟他就是这个置顶的推文大纪元这个立场似乎完全不吻合，倒是很像我们刚才看到那种三明治的做法，或者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做法，对吗？所以说中共对于美国，尤其是美国政界，包括美国政界会天然采信的一些群体和个人，比方说像法轮功，比方说像藏族或者是维吾尔族的一些意见群体和人士，对于他们的渗透可能早就已经是遍地开花了。相关的证据还包括今年9月份媒体报道的，就是纽约市警察局有一位藏族的警员，他是被指控为中国进行间谍活动。川普政府会不会是在清除前朝与中共共同营造的沼泽地虎穴的同时，又踏入了中共沉船计划的狼窝呢？好，我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里，谢谢大家，拜拜。